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老师。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白庆玲。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只有你愿意相信他是一个美好的人。大家好，我是严品红。遇上爱情，遇到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雷鸣。保卫爱情嘛，我们要保卫的其实是切实的爱情，而不是理想当中的爱情。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情中的滋养不是甜言蜜语，而是你的每一句话，他都能接得住。有请今天嘉宾，有请，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张先生36岁，来自黑龙江，个体；张女士43岁，来自吉林，超市管理。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我俩都是二婚，结婚8年，一直都没有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我已经做得够好的了，可是他还是得寸进尺。我的付出他全看不到，他只看到给我花点钱了，天天跟我斤斤计较。我拼命的赚钱，想给我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可我爱人的家里面就像一个无底洞，永远逃不。我弟弟的病压得全家人喘不过来气，我不扛谁扛？我理解他的难处，可谁又能理解我呢？两位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现在我是心里太压抑了，太憋屈了。因为这几年当中，我们花了很多无谓的钱。花什么无谓的钱了？就是我们把的钱都花在他父母的身上，而我们没有没有把钱攒下来。干嘛花到父母身上，让你有这么大的怨气呢？他的父母什么事情都不做呀，都是衣食住行都是我们来贴补他们的家里面，包括有病啊，还是方面呢，就是说买柴米油盐什么的，都是需要我亲自一个人去买完，给他送到他家里面去。结果连饭都捞不着吃。哦，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8年了。这8年来都是这样吗？对，一直如既往。这8年来给娘家贴补了多少钱？算过吗？算过，大体算过。多少？能30多万。哎呦，那不少啊！我父母吧，就是说他身体都不算太好，因为都没有退休金。我还有个弟弟啊，因为我弟弟他是忧郁症，就是狂躁症，就是说给他看病住院这么多年也花了不少钱。所以这30万主要是给弟弟看病或者是补贴。还有他的父亲也是2次开颅手术，花了接近20万，是不少。但是这好像听起来确实是我们应该付的吧？我觉得吧，父母是我们应该付的了，但是关键是我们还要管着他的弟弟，我真的还有管着他们在家里的生活开支，都需要我们来支配。弟弟比你小几岁？比我小3岁，那也不算小太多哈。他这个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得的？上完小学吧，大概13那年。哦，所以张先生，其实你娶你妻子的时候就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弟弟啊？知道，但是不知道他弟弟有病，这个是不知道的。什么时候知道的？2年多以后知道的。当时因为我们也是通过朋友介绍了，因为我信任他，所以我才会把我的钱全部的没有防备的去交到放在他的手里去保管这笔钱。哎，弟弟看这个病需要很多钱吗？是的，就是他这个病吧，是有的时候在外面惹事的时候也花了很多，看病我给他找医生也花了很多的钱。惹事指的是就病情发作他会很暴躁，往哪走砸人家东西，吃饭不给钱，起来就走。然后还有一次我们在家正吃着饭呢，那边打电话来了，给人家车砸了，包了人新买的16万块钱的汽车，然后在道上行驶呢，无缘无故的就给人家个斧子一斧就给人家膝盖子砸碎了。我没办法，花了13万块钱把那车买回来了，至今开着呢。哎呀，所以确实是娘家的负担可以说挺重哈。确实是我娘家负担挺重的，我在中间也挺为难的。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你说你要照顾弟弟吧，也好像也没错。但是这个钱你会跟你老公商量吗？他说你是把您的积蓄啊什么都给他了哈？对，我都给他了。我说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钱是被他给他弟弟花了的钱。不知道。对，我不知道。那你为啥不跟老公商量一下呢？他是在那个工地工作，因为他的手机你是打不通的。他是这种的，你就有事的时候你找不到他。那你把这么多钱都给娘家给弟弟花了，你们自己的生活受影响吗？受影响，现在是过不下去了，不想过了。现在就是委屈啊，憋屈啊，现在是钱花了这么多，不是咱们在把儿子委屈，心里难受啊。那这个给弟弟花钱、惹事儿、治病等等啊，这是一方面。刚才先生也说，其实
即便这样了啊，可能娘家的生活补贴还是你们也得出，就柴米油盐也得出。对，还不落好，你说不落好，这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每次上他家去送东西，根本都就要看脸色，没有开心的时候，都是说板着个脸就这样似的给你脸色看。这个是什么？这是我父母跟我弟弟是非常操心的。他回到家里是挺有爱心的，做了一桌子好菜，然后父母他没有心情去吃饭，跟弟弟非常非常操心。他们也60多岁了，这个是我是确实挺难做的，也是。先生是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也有孩子是吧？有。那这个孩子是归谁？归那个我前任。那你和这个孩子来往多吗？现在不敢来往了，现在因为什么？我现在给孩子花钱，因为大权都已经上交出去了。我现在就是给孩子钱，我得出去，在我朋友那儿借呀，或者是在哪个地方挤出来的钱，偷摸给孩子，还不能说这以转账的方式。如果这就被发现了，我们两个就得干仗。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孩子是8岁。就是刚上小学，然后这孩子跟我也特别亲，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没有孩子，然后孩子上完了小学就到他前妻那边了，然后他这个前妻吧，就是说，哎，这个我就是说，现在啥呢？现在孩子走这么，就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他不跟我联系，不让孩子跟我联系，不让孩子打电话。不是说孩子不跟你联系，而且现在我们是给孩子花钱，孩子不跟联系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不跟你联系？而且是每次管你们要完钱，我们就会吵架，我儿子就不想给我们中间制造这些矛盾的产生。那给孩子钱，我知道孩子花没花到啊。他为什么我儿子花钱就要干仗，你弟弟花钱就理所应当吗？孩子花钱我没有高涨，我只是说这个事实。你刚才说是怕这钱没花到孩子身上，他前妻花了是吧？对，他意思就是你刚才是这个意思吗？对，弟弟好像不归你抚养啊。是不归我抚养，但是说我考虑到他是一奶同胞，因为我父母没有能力。我对你就是管弟弟，不是说质疑啊，不是去攻击反驳你，我是说他的孩子不管这钱到底究竟最后花给谁了，这抚养费怎么跟你要一下还这么困难呢？抚养费他跟前妻之前他是没有没有抚养费，没有他们一次性付清了，估计就不应该再付了。因为我跟我前妻我们的离婚之后有份协议，他负责给孩子供养孩子上学，我负责给孩子买房子存款，给孩子成家立业。所以等于现在和儿子来往也不多是吧？对，不多，现在就是不敢联系了，因为就是我的花钱回家必须得看看手机，你今天回来多少钱，你得上交了。哎，你现在每个月的收入怎么样呢？现在还算挺好的，都交他，全交工。哎，你是有啥把柄在他手里吗？不是，我就是觉得吧，女人当家嘛，得相信着他了。我就是一直把钱存在那里。就是我俩在一起这么8年，我俩分分合合的很多次，就是我的坚决，我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了。你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对，我不想跟他过了。为什么？就是说，他就是给我家里花点钱，就是说抱怨，我接受不了。还花点儿啊？是一点吗？30万。您再算一遍是多少？您叫点儿钱？就是我是一个2婚，我也受过一个伤害的女人。啊不，这个你2婚受过伤害，跟他没关系。我问一下，你管多少钱叫点儿钱？我觉得很正常吧。啊，你就是因为他是应该的，行了。他给你花钱不痛快，你已经很多次想跟他分开了哈。也种种原因吧，他的脾气也不算太好，爱吵架，就是俩人矛盾越来越深。因为什么有矛盾？就是因为给我娘家花钱，所以你就想离婚？那你赶紧离嘛，离了他更1分钱不用给了。我之前是就是不想跟他，现在是他不想跟我，所以那你现在为什么又不想跟他不离了呢？怎么又想在一起了呢？他还能赚钱？赚钱帮你贴补家里？也是吧，也是。哎呦我的天呀！我们两个在一起，买了一辆车，我还了3年，一次吵架，人家把车开走了，卖了，钱花了，到我这啥也没有了。哎，女士是做什么的？她赚钱吗？你赚钱吗？我是做超市的，超市管理。那就1个月3000块钱是吗？7、8千块钱吧。哦，7、8千也赚钱呀？这么有钱吗？超市管理店长。哦，大超市的店长。是的。那请问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8年婚姻？我没有钱现在。没有钱呢？没有什么钱，都给家里花了。我把钱存给他的名下放名下，当我现在需要钱的时候，没了。有也告诉你没了，没了。你现在需要钱要干嘛？我因为啥从事挖掘机设备租赁？今年我们要是准备自己买设备嘛，然后就是发现钱没了。你认为他应该有多少钱？他应该密着我应该是有20多万吧，这手里面。应该手里有20多万，所以你想买这个挖掘机需要多少钱？ 40万。哦，还不够呢哈。对。
所以你跟他要多少钱呢？我就让他给我拿出一半来，拿20万，对，或者我贷款，我是考虑这么去做的。他说没有，没有，所以这个是最后你决定，算了，不过了。对，钱咱损失就损失了，咱以后再挣，但也不能放在你这儿，我再也拿不出来，送进去吐不出来了。对，现在就是这样的，对。这钱是真没了，不知道花在哪去了。是的。那这如果交代清楚了，你还分吗？那也不要在一起了，因为什么？我回家每次过年的话，都要在他家过年，我不能回家，因为我也是个单亲家庭，我不能陪在我母亲身边，我只能在他家过年，给他家做菜，做了满一大桌子菜，让他家人来享用，而我一个人在那跟傻子似的。结婚8年了，你没回家过过年啊？没回家过过年。那你为啥呀？因为他不让我回家去陪我母亲。腿长在你自己身上，钱你自己挣的，菜你自己做的，你有啥把柄？我都问第3遍了。我打断一下。不是说我不让他回家，是因为我弟弟有那个重度的忧郁症，就是每年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那各回各家呗。我自己回去也行，他家他又该不高兴了。他不高兴会怎么样？吵架吧。管得这么乖，你分得开吗？就是啊，你也就是口头说我要分开，就是我的社交，我出去吃饭的时间的自由都是被管控的，现在是。对，所以很乖嘛。哎，你除过这些啊，过年不能回，钱都贴了娘家，你们平常的生活在一起恩爱吗？一开始我也就是特别的关心他，因为他在工地上班挺辛苦的，就是每天天没亮就走了，黢黑了半夜甚至才回来。我也特别的就是心疼他哈。对对对，特别心疼他。到后期矛盾越来越多，因为花钱。现在心疼的我，关键是我回家晚了，我自己的房子连门我都进不去。原先我有钥匙，我能开开门，能进去家。后来人家换指纹锁了，我这钥匙没用了，回不去了，你就不让你进家了，就是好到这种程度了都。他在外面有社交，他喝酒一整喝到半夜或者后半夜，甚至夜不归宿。那我社交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回来那么晚，你一宿那我是个男人，我在外面交往好。你一宿不回干嘛？我哪知道你干嘛？你想啥回想啥时候走？我这是旅店吗？开玩笑。所以其实你对他也不满意哈。对的，他喝酒你找不到他，手机永远是关机的，是无法接通的。这个频率高吗？一周几次？一周最少2次吧。还有什么你觉得他让你不满的吗，女士？就是说好多事情吧，他以前沟通的还算可以，很好，现在是沟通不了。比如你现在跟他一说点什么事儿，夸他就急了，来脾气了，没法沟通。我要是一辈子的钱让我老婆变没了，我估计我脾气也不会太好。所以是这个原因。那女士，你那20万去哪儿了？能说清楚吗？我父亲2次开颅脑出血。不是。不都在那30万里呢吗？那你为什么会认为他手上还有20万呢？对呀，先生，不对呀，这钱都算得出来呀。不对呀，因为我们有个小汽车我卖了，我还了3年的车贷之后，因为这个车是5年的车贷嘛，我还完了之后被他卖了。他跟我吵架，大冬天大雪泡天把我撵出来了，因为我娘家就是说房子不是特别大，有点小，我回去特别的不方便，挤巴巴的。然后我也很有主意一个人，我就把车卖了，然后我就买了小房。我自己住。分居多长时间了？快半年。现在我就是我现在喝完酒有自知之明了，我不回家了，我就直接回我自己家那去住去了。因为我现在进不去了。自己还有房。对。所以今天是谁要来的？我要来的。你来干嘛的？我来就是把这些事说出来，心里不想过了，太憋屈了。那你直接跟他说不过了，你们反正也分居了，就不过了呗。那你来要干嘛？是还想过，还是想让他拿出钱来？你的诉求是什么？想让拿出钱来。拿出钱来就过。那我没有钱。你没有钱？没有啊，对，我估计这钱得到法院门口，咱别进去了，我这还有，就能给劝回去。这管住了，管得死死的。你爱他什么？我爱他就是平时虽然是管得很严厉吧，很严格，但是还是有好的一面吧。是什么？是对我的关心吗？哎呀，我觉得其实你们应该认清现状啊，就是其实女士先生是经过8年的婚姻和他的付出啊。他今天真的是过不下去了，除非你拿出诚意，看到你的诚意，我也还是爱你，咱还能继续，这是真心话是吧？是。你是觉得他现在不拿出钱就是没有诚意和你过？对，就是一直在拿捏你。对，女士其实他就要10万是吧？对，他不是凭空跟你要10万，说我要去吃喝玩乐，对吧？对，他是因为想做事儿，这是事实吧？你落实了没有？别他其实是想拿10万出去玩了，可以考虑。你看，我就说有吧，逼急了准有。那也好，来我们这儿逼一逼嘛。哎，我说这么几件事儿啊。您亲生儿子多大？ 12。
然后他成年6年18岁以后，咱们算他22岁大学毕业，然后他还得结婚买房。房子我已经给买完了。对，那是在你们结婚之后买完的吗？结婚之前买的。我儿子3岁半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离婚了，然后房子判给我来还房贷。所以你还贷还完的是在你们结婚之前还完的。现在还剩了一小，就是几万块钱的。对呀，所以你看，你绕过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把钱都给到你的老婆，但是你们结婚几年？8年。算一下这个房贷有多少钱？必须算。房贷多少呀？还有2万多的。不，你还了多少？你每个月还多少？1400多。你每个月挣多少？一年2万。我一个月1万多。他一个月挣1万多，只拿出1000块钱给儿子。不是，一年2万吗？等于1年2万，十几万，有1万是他的，所以这个16万里头有8万是用夫妻共有财产还的，有8万属于他。他即便付出了这1000块钱，都是一点点。杯水车薪的钱，大部分钱都给了这女的了。对呀，他们所以各算各的嘛。女的挥霍掉了更多夫妻共有财产，所以对，我就建议您起诉您的妻子，因为有判例。这个判例就是妻子转移夫妻共有财产给岳母治疗癌症。丈夫起诉了，法院判回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2笔都说清楚。是这样说清楚了以后，您就知道了，您还贷款的部分里头有夫妻共有财产部分，他拿去给他弟弟的已经花的不知道去哪儿部分，请您直接算笔账起诉。我就问您这么件事儿，就是您觉得我该怎么办哈？我呀喜欢上一女孩，他爸他妈跟我要了28万8的彩礼。我亲妈掏了8万8，我得让我亲爹再凑20万，我没有。但是我继母有一弟弟，这儿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亲爹那钱全给我继母了，我跟我亲爹要那20万，按您儿子算，这应该是10多年以后。没有怎么给？你别以为今儿这10万就完了，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得长，你去想想。这且抢呢，你儿子跟你那个小舅子且抢这钱呢。我还是希望作为妻子，你应该能考虑考虑这钱，拿还是不拿？妻子有什么说的吗？我尽量考虑吧。别介，你这10万块钱给他了，他扭过头来再跟你离，你怎么弄啊？坏呀！我讲明白了吗？因为你们2个之间没有基础信任了，夫妻共同财产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一把搜哈，你们俩还有信任吗？所以把所有利弊全想明白了，他拿了这10万，扭头跟你离，你怎么办？所以听来听去，其实不光是这些年的存款去哪里了，更多的是你们情感的危机、信任的危机，这个是你们要去深度思考的，好吧？咱们听听老师们的一些感受和建议。其实我挺茫然的，因为对于你们，我不太有能够走下去的建议。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的那个小房子什么时候买的？3年吧。所以是婚后财产。是的。我刚刚就在想，如果一定要证明过得下去，以及你要掏出10万来，你能干什么？你也许可以跟你的丈夫表态说，这样吧，把我买的这个小房子给卖了，我们俩搬到一起住，然后就解决了你的问题了。你用这个方法，也许丈夫的心就会能暖一下。一方面呢，你失去了一个跟他分居的住所。另一方面，他觉得老婆至少是跟我有一点向心力的，这是你一再强调没钱的情况下，我能替您考虑的方法了。这样您能够护住您也许有的小金库，能够变卖的是夫妻共有财产，他也有1半嘛，所以他也算是牺牲了的，对吗？这个对于丈夫来讲也没有什么损失，这是我唯一觉得对您2位就是损失降到最小的一个过下去的方法了。所以既然是这样，咱要不要做一点退让，努力的往前走走，看看能不能够再有共同的未来？这位男士是非常信任你的，所以他才会把掏空自己的家底儿，把所有的钱都交在你的手上。这位男士对你是有信任有爱的，但是你没有。我不说你们俩的感情如何啊，就说在这个钱上你是不值得信任的。你把所有的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都花光了，那么他儿子在长大的过程中有什么急需要用钱的地方，那怎么办呢？他也有母亲，他的母亲年事也高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母亲也需要看个病花个钱，怎么办呢？你给他留了后路吗？所以如果想再走下去，必须把之前的这个糊涂账啊先算清楚。还有就是你们那个小房子，就是你单独买那个小房子，如果想过下去的话，
你最好是把那个房子卖了，然后把钱归拢在一块儿，你们俩也住在一起。以后呢，用一个商量出一个合理的方式，你们俩怎么样才能一起把这笔钱管好？夫妻一场啊，8年，对吧？先生36岁，其实20多岁就和这位女士相识、相知、相爱、相守了。其实人生很美好的时光，怎么走到今天，我就全部都在算钱呀。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头婚还是二婚，始终2个人真的是心贴着心，共同去创造生活，才是真的信任。否则，就是一个人拿着自己所谓的虚伪的爱弟弟、孝顺父母，在欺负另外一个老实人，不冤吧？冤啊！你要还觉得冤，我真劝别过了，无底洞。如果他都不体恤你这些年因为爱他做的这些稀里糊涂的事儿，你这个稀里糊涂蛋子先生，放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不好好养，放着自己的单亲的妈妈把你养大了不去孝顺，去养他弟弟，你不糊涂吗？糊涂。你光说他欺负你吗？你自己这么大个男人自己没有判断吗？就为了这一点点甜蜜，一点点一个比你大8岁的漂亮女性给你的点爱和温柔，上父母不管，下孩子不养，你也应该骂。但是说实话，你们走到一起了，彼此都有对方需要的价值，都走了8年了，我个人还是希望感情基础是有的，继续走下去。谢谢老师。走下去的前提，财务透明、坦诚，这是对女性的要求。你挣的钱有没有80万？基本上差不多吧。对。结婚之前的积蓄也给他了吧？对，7、7、8算下来100万吧。我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了他第一张卡的时候，里面就是23万多。还有他个人收入，光他挣钱吗？你一个月挣7000多，不是你们夫妻共有财产吗？你1年至少挣8万吧，少说点，8年过去了，50万至少，你们家庭总共收入150万。来列不清楚别跟他过，你们是有感情基础的，但别老藏着私心，藏着这点心眼子，那就不如不过。他好好培养他儿子，将来有人给他养老，你好好照顾你爸妈、你弟弟，等他们100年以后，你跟着去。我说完了。拿捏了8年，服从就变成习惯了，敢列吗？所以你的妻子今天在现场，云淡风轻，胜券在握。我跟你说，我不知道啊，你们2口子感情好是什么样，但是你妻子狠的时候可真狠。我扭头就走，我把车卖了，我扭头买一房，我跟你分居，跟你商量了吗？没有，还是的，狠的时候可真狠。所以啊，今儿啊，能给你把这10万要回来就行了。但是我就前提告诉你，你别老说爱，你说那爱好假，你一辈子的积蓄被一个人未经告知全拿走了，你还爱吗？没有信任，你爱什么爱啊？所以你为什么要反复的说我爱你，我特别爱你？你为什么要反复说这个？不就是你可怜可怜我吧？你可怜可怜人当回事吗？拿捏住了。所以8年，哪年他不想回家看自己独居的老妈呀？哪年你都回不去。对，你来这儿做饭，我都不给你好脸儿。什么叫顺从？这就叫顺从。怪他还是怪你啊？你不长腿吗？不，你不是儿子吗？我就听到这我就生气。他拦着你，你不应该去看你妈呀？他拦着你，你不应该养你儿子呀？好意思这样说要钱？我爱他呀，我不敢不爱他。他跟我离婚，我这8年我就是个空。雷老师反话听得懂吗？说你不是个男人。但是我就告诉你啊，你接着忍，你的小舅子可能还会砸第2辆车。对，有可能10年以后，反正你就记着啊，你既然要爱他，咱就别把这字儿再咽下去。接下来10几20年，我就不认儿子，只认小舅子，做得到就做。其实你妻子要真爱你啊，她只要愿意，她随时能跟自己爸爸妈妈每个月我给你5000够吗？5000之外，别再跟你姐说话了啊，就替你赔5000。他早商量好了，他为什么不商量啊？他为什么该算的地方不算，不该算的地方他算那么清楚啊？你想明白了吗？行，我讲完了。徐总，我问先生一个问题啊，来这个舞台上之前，您那个钱还交给他吗？交啊，所以你分不开的，你今天就想要那钱的，对吧？对，你要真的下定决心说跟他分了，你那钱早不交了，对吧？好，那我跟妻子说说吧。我问你一个问题，真诚的回答我啊，你敢幸福吗？或者说
你觉得自己配幸福吗？因为你把自己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标榜成一个拯救者。你如果自己过得很幸福，你都会觉得是背叛自己的原生家庭，是还是不是？是。这就是为什么每年团聚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老公拉起来，得在我们家过。因为你怕自己跟老公回去团团圆圆的太幸福了，你觉得我的家人我的弟弟他们很不幸福，你把本应该是支持的事儿变成了我要拯救。你要支持自己的原生家庭，你要支持自己的弟弟，但你不是他们的拯救者。如果你这么去做了，或者你已经这么去做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公至今他没有动过真的心思说要离开你，你辜负了他的爱，你也没有在原生家庭那儿得到你应得的那种认可，所以一直在要。想必你们家里人是有点重男轻女吧？是的，想必这个弟弟我父母都重男轻女。是的，想必这个弟弟是曾经是你们家的一个期待，所以你现在要证明我才是你们真真正正应该认可的女儿。我做了这么多，你把自己牺牲掉了，妹妹该醒醒了。父母我可以孝顺，弟弟我可以支持，但我这个家我不能毁。你们俩好好聊一聊，行，多跟他谈谈心。当心通了的话，那些账肯定就透明了。他理解你，他一直在支持你，只是今天来到这个爱宝的舞台，他是想去投资一个项目，也是为什么挣了钱不还是给你吗？好好谈谈吧，你们啊。好，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谭先生29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何女士27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当初结婚就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没想到日子过得鸡飞狗跳的。从彩礼到婚礼到独自带孩子，我对这段婚姻充满了失望。说我不挣钱不顾家，钓鱼是我唯一的爱好，却成了他指责我的理由。我以为孩子的到来是幸福的开始，没想到是所有委屈的起点。一次次争吵，一次次提离婚，我感觉我受够了。这段感情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付出，我太累了。谁要来的呀？是我要来的，老师。是这样的啊，我跟我先生结婚有3年多4年多了。有小孩吗？有小孩，我们也是属于相亲的，就是我外婆介绍的，就比较亲的人介绍的。然后我跟他谈了有1年多，我在南方工作嘛，后来我就从南方辞了职，然后来到燕郊，来到他这个地方。然后相处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到1年的时间，就发现怀孕了。这个孩子也是意外的，然后就两家就商量结婚的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彩礼的事情，也是闹得很不愉快的。我家说是8.8万呀，或者6.6万啊，给个吉祥数，是不是？但是他家就是非得卡着那点儿，我家要的也不是很过分嘛。一个女儿嫁这么远，也属于远嫁，他妈就卡着非得说就给6万，那6000就不给，就非常恶心这件事情。那当时反正就这么嫁了哈。对，然后试婚纱呀、婚车呀，当时住的酒店也不是特别好，就离家也挺近的。然后他爸妈连婚车也不给住，然后就连试婚纱这个钱也是属于就是我们自己掏的，就是这个钱他也不想出，就是比较苛刻吧，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因为有孩子了嘛，孩子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生完孩子才办的婚礼嘛。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挺不重视的，而且一个闺女远嫁你也没有娘家撑腰什么的，那你娘家当时什么态度呀？因为当时我也那个说结婚的时候已经是怀孕了嘛，然后我爸妈就说怀孕那也没办法，你说第一个孩子咱要，而且我也是跟着他诚心过下去这种意思嘛。就这样好好过下去的。我娘家就说是多是少就给个意思，6万也行，也能接受。那彩礼后来给了6万，就是6万哈。对，那这6万你是给的你父母还是自己留下了？这个就是我给的我父母，因为我家条件也不好，然后有弟弟啥的，然后
爸妈年纪也挺大的，然后我就说给他们一点孝心嘛，因为家这么远，以后就是陪伴他们的时间也特别少了。这个彩礼钱给了爸妈，他有意见吗？有一次他就说，就彩礼都给你父母了，然后就是父母方面养老的呀，因为我家有弟弟嘛啥的嘛，这个养老的事情就归你弟弟管了，你就不用管了。就是说，你既然把这钱都给你爸妈了，是不是？他就说也有这意思。我们的小家庭目前还没有建立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先把重心放到我们的小家庭里面，然后父母那边我们不可能说不完全说，就包括他就没结婚的时候啊，就他弟弟来我们那边工作，我都是一直在就是找我那些朋友啊什么的，一直在帮助他弟弟。那你说，然后他家里边有困难什么的，我说咱就提出来，能解决咱肯定好好解决。那这个你说把重心放到小家庭上，我觉得也是对的，这个观点。对，小家庭日子过得怎么样？怀宝宝了，孕期照顾的好不好？生完宝宝，孩子出生以后，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我们也是老是因为小事吵架，因为有一次就是那时候我怀孕6、7个月了，就很平常的时候，他就惹我不高兴了。后来我就实在气不过了，我就动手打一下，可能打到他重要部位了。但我也不是故意的啊。后来他那回的那个非让我道歉。那个玩笑开的有点大了，我在跟他开玩笑，他可能就不小心就把我弄得不高兴了。然后我说，但是你先惹我的，我也没惹你。然后你就在2个人互相就打闹的情况下，是不是他对我造成伤害了？我说你给我道个歉。他怎么他都不去说。我说这个东西是教养的事儿，我就心里面就过不去那道坎儿。你把我弄疼了，或者怎么着了，我说你跟我说声对不起就好了呀。他就是不说。但是你当时先惹我的。后来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真是气不过了。然后那一次是我就唯一一次打过他的一次。怎么打的？就是他就压着我扇了我2巴掌。不是他弄疼我了，当时他弄疼你了，他怀着孕呢。你有多疼啊？你一个气质男儿，你因为觉得他没有教养，没有道歉。所以你很有教养的扇了他2个耳光。她怀孕7、8个月。我太憋屈了，好，来行，说明这个怀孕期间也没有那么痛快哈。生完孩子呢，姑娘，她照顾我的嘛，就是其实月子里还算可以，就是出了月子过后，因为我俩都没有收入嘛，就是说这孩子还小，大家就看看孩子。但是她呢，就天天出去钓鱼，就也不管家，也不管孩子。然后也不做饭，也不照顾我啥的。然后家里有店，家里店是你们小2口的还是父母的？就是我们2个和父母都有在投资在里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冲突有矛盾吗？有，就是也有一次也是因为他出去上班了，然后我就在家看孩子，就因为一个剪刀的事。孩子那时候1岁多了，他会拿东西了嘛，在桌上就拿了一个剪刀，孩子就扔到沙发后边了，我就不知道，回来就他也找不着，我也找不着，就因为这个剪刀的事情，然后就说就把我的因为你的衣服都给扔出来，说要离婚，就说把孩子也带走。我说你想不想好好过？想好好过就好好的，不想好好过那你就走吧，你带着孩子走。我说我不要孩子。就因为孩子玩剪刀，把剪刀扔到了沙发底下，你决定让老婆把孩子带走，你不要孩子了。主要我在外边工作1天了，我每天回来我有养的鱼，然后那个我要给那个鱼去捡那个虾肉，去给它剪成小段，然后去喂那个鱼。我那个剪刀每次用完之后都会放在那个地方。他一直在家，我说你在家天天也没要求你什么，我说你天天就在家玩手机带个孩子，孩子拿刀拿剪刀你都不知道，是但是你很危险的呀。因为一个剪刀的事情，你看我孩子给这是往小了说，那往大了说呢，孩子要拿着剪刀要戳到自己眼睛怎么办呀？你刚才不说孩子你也不要了吗？你如果要是怕这么，那个是气话。你听我说完啊，你如果要真的那么爱孩子的话，那他要是在你心里他那么不负责任，那你应该孩子归我，你要再跟你理论一下。对吧？你说我孩子我也不要，你带着孩子一块走，至于吗？一个剪刀，哎呦！孩子在1岁的时候就特别黏他，我每次一抱他都哭。现在好多了，现在2岁了，他爱跟我玩了。但是1岁的时候他就认妈妈，所以那时候我也感觉，我说这孩子为什么对我的感情这么薄啊？你都有理，那是因为你没带过孩子，你天天就出去钓鱼，你看过孩子吗？都是我在看孩子了，不连我们。那后来公婆一起开店，开了个什么店呀？我开了一个小的麻辣串儿。哦，现在还在经营吗？他们在经营，我们没有经营，我们就退出了，因为也是跟
他爸妈在一起就老吵架，也是3天2头吵，3天2头吵。谁和谁吵？他跟他爸妈吵，就也把我牵扯进去，我就特别痛苦，我就不想经营这个店了。吵什么呢？就是也是他爸妈就是习惯特别不好，就也不爱收拾，因为餐饮店不就要求就是卫生就要做到位嘛，他爸妈就做不到位，然后他每天就要求这个事情。有一次也是因为他爹就是在河里捞了那个螺壳，就是螺丝嘛，就捞了挺多了，捞了有10来斤吧。后来他把那些螺壳都给卤了，放冰箱里放了有1个礼拜吧。然后他那2天呢就老去钓鱼，店里生意也不管，就我在看店，我这弄店里弄啥的都是我在管。后来那2天钓鱼回来过后，他就做卫生，看见这个事情了，他就火就特别大，就是说他爸妈舍不得扔的东西就让我给他扔了，因为我那两天事情也多，我就不想管，就管这管那管的太多了，心里就特别烦。后来他就把这个事情发火就发到我身上，说我怎么不给他扔了，然后我就顶了他2句嘴，他脾气一下就上来，就把冰箱那个玻璃门给踹烂了，我就特别委屈，我说这个又不是我造成的，你冲我发什么火呀，是不是？我说是我造成的，我弄了不就完了吗？你每次就是让你父母就是弄这些东西也不收拾也不啥，全都让我收拾那我每天还很累，还就心特别累嘛。然后他又说要离婚又啥的，这老是说一吵架就把离婚要挂嘴边。那现在这个小店就不跟父母一起经营了哈？那就你们也是单独住是吧？自己住，自己的小家。对。那自己小家里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呢？平时的话还可以，就是经济这一方面，因为他老爱钓鱼嘛，所以收入这一方面这半年吧，就我们从他爸妈就是没在他爸妈是那个开店了过后，到现在就是他也是好钓鱼，也没上班，也不找班。有多好钓鱼啊！我觉得您他来天津了，还去钓鱼了，还钓鱼去，带着鱼去，第二天还上了一条这么大的鱼呢。1周钓几次？天天去，基本有时间都去，天天都去，就是也没收入了就钓。其实我为这个家庭已经退让了非常的多了，因为我最早是玩滑板的，我玩那个漂移板，然后那时候从15年我就出去比赛，经常拿冠军回来。我原来很瘦的，后来就胖了，但是我又特别喜欢户外的这么一个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所以我把我的滑板都放弃了。是前年吧。第4届的一个北京的一个长板公开赛，拿了一个短道速滑的冠军。但是原来我都是长距离一直都没有对手。先生，不是这婚姻真是耽误这孩子大事，真的是这婚姻耽误您多的事儿。我为我们这个小家庭啊，我真的是退让特别多。我现在钓鱼，我外地我都很少去了，我就在我们家门口玩一会儿。啥叫退让？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是应该的呀。那现在谁赚钱呢？你们家？我们都在赚钱。你不是不上班了吗？我们现在有零活啊，一些小的一些女生也在做一些零活。对。零活是什么活啊？当主播呀，然后我还有一个那个抖音的我是一个博主。两口其实还是有些营生的。钱交给谁？钱交给媳妇儿，我每个月只留500块钱的这个钓鱼用的钱。也还得说点你优点，也有优点哈。他是有优点，但是有时候就特别犟。还有一个就是孩子那时候就出了月子过后就一直长湿疹嘛，因为我们家特别小，就50多平嘛，然后客厅里他就放了3个大鱼缸，他就特别喜欢养鱼嘛。后来孩子一直长湿疹，一直怎么都弄不好，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朋友说，就我们家里边太吵了，就因为我撤了一个鱼缸，他就因为孩子，就因为长湿，我也妥协了。对，他长湿疹这个事情，他一直都不愿意把他的鱼缸给卖了。一条鱼也因为养鱼也是我的一个爱好，然后这鱼我也养了将近，反正不到10年也得有8、9年了。很多鱼都是我就是从一点一点的养到大，也很有感情。所以我就说这婚姻真的耽误您大事儿了，要不算了吧，算了。我还是很爱他的。不是，他能带孩子走，你早就说过，男孩儿女孩儿啊？男孩。不，那你们今天来是女士要来的？对。女士要来的诉求是什么？你希望他做什么调整？我就是希望他。就是发火的时候，或者说生气的时候，就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因为一个小事情，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事情而去吵架、去争吵什么的，不要说因为这个事情就动不动说离婚啥的，就真的挺伤人的，感觉一点都不爱我。我给你生了个孩子，你也不爱孩子啥的，我就挺伤心的。其实我心里边都有数，因为这么一点事情，你就只说这样的话，你就多伤人呀。就是我爱他，但是可能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我生气的时候，我自己都害怕我自己。我跟他说让他赶紧走，带着孩子走。其实是为了保护他。哎呦我的天！哎呦，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就那天是因为好多小事累积到一起了，所以我的火上来了。好，听懂了。我在外面钓完鱼回来，我爸没经过我通知，也没有说跟我和我媳妇儿商量，然后就焊了一个大架子，每天要往屋里搬。往屋里搬呢，我说这个东西人家都做的小架子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你为什么要焊一个大的？然后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我在做卫生的时候，然后一个格子。它出现在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地方，我说这个东西一会儿你放到库房也是一个小事。稍等一下，第一件事焊大架子的是谁？那是我爸爸。第二件事那格子出现了，怪谁？格子出现，我不知道谁放那儿了，从网上买回来的就一直放在那儿，也不拿走，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们家这个不知道怪谁。第三件事，这个东西就是这东西就真是我爸弄的事儿了，都是因为。你爸又干嘛了？他就是有一次就是弄那个螺壳，弄了10多斤回来。我说你把大的留着，小的就扔了吧。第三件事是螺壳，也是爸爸弄的。这3件事哪件跟你媳妇儿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你骂他干嘛？我骂他是因为他跟我顶了一句。哎呦我的天！哎呦天！所以他不许顶嘴，骂他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顶嘴了。我先跟他好好说的，我说我爸没有看见这个螺壳的时候，你把它趁他不注意把它倒掉，他在店里边影响不好。他说你不会倒啊。对呀，你那天他说我会倒，我说我这几天都不在店里，你不知道吗？那你今儿在，你看见了你就给倒了呗。我有好多活，我回来之后我在干活，听不下去，他当时也在干活。听起来，其实妻子让他说个具体诉求，他也说不出来，就是这些年很难受，在家没地位，老被骂。他知道你也不是个坏人，也没二心，就是希望你能改改脾气。我觉得你可能都不奢求他像从前一样爱你、在乎你了吧？不是，我一直都很爱他。怎么说呢？我这人不喜欢把这个东西挂在嘴上。我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和他。那你妻子的诉求是什么呢？为什么他哭哭啼啼把你带到了这儿？你觉得他怎么了？因为就是这个店，主要是就是因为这个店啊。这个店，因为我父母怎么说都，因为他是我父母，而且我在小时候一直没有话语权，我一直被欺压了这么大。我想自己有一家属于自己好好的店，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觉得只有我的妻子才能帮助我，让我们共同走向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我很多的时候就是像压力的事情，我可能就会给到他。我虽然我一直也在承受不少的压力，只不过他们觉得看不见而已，可能或者他们不理解我。我希望整个家好，希望这个店好，希望我们的生活好，都是好的初心哈。为什么今天哭哭啼啼来了我们这儿？虽然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诉求，但日子过得不开心。那我的理解就是你们的诉求是想请老师们来帮忙理一理，说一说，让你们的日子能够过得舒心起来，是吧？这是诉求对吧？对。好，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可能小伙子会觉得有一点迷茫，为什么我们老不给您说话的机会？因为您可能是在表述的过程里头有一些的表达可能遭人误解，或者说也让我们感受到对于家庭的不在乎。我们一般会觉得什么？比如说钓鱼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说我为了钓鱼做了多么大的让步，把我的老婆孩子都扔到了一边，就为了钓鱼。但是我相信你当时想表达的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丈夫或者是孩子的父亲，我可以为家庭放掉滑板，放掉钓鱼，我已经在努力的调整自己，投入家庭来，这是你想表达的。但是因为你表达的方式不对，所以呢会使人误解你对家庭的这种感受是如此的轻慢和烦厌。同时呢也因为你不善于管理情绪，管不住里头呢有一些原因，比如您刚刚强调了我对我爸我妈我觉得很厌烦，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给我话语权，我在他们面前我也容易情绪失控。所以可不可以理解为当你能够离父母这个应激源稍微远一点的时候，你跟你的妻子2人相处大部分还是不错的？对，
是这样吗，妻子？是。对，你也许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接下来就应该像训练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滑板冠军一样的来训练自己控制情绪的能力，不为别的，就为了成为儿子心中最棒的父亲。你要成为一个比你父亲强100倍的父亲，能够从这个地方着手调整自己，好不好？好。然后对于妻子，主动避让，他不是个坏人，他的确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您保护好自己，以及梳理好他，努力吧，努力。你是一个情绪难自控的人，就是我能听出你其实包括滑板啊这些东西都是运动都是很美好的，你不是一个坏人，但是你这个情绪难自控很可怕呀，因为这个姑娘你也很爱她，然后你也不想走。那么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是一个男孩，他那个淘气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惹你生气的。我也不知道你造成你的性格是因为这个天生的，还是因为你儿童时的创伤让你有这个应激的反应。总之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是真正上升到这种病态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说你以后孩子惹你生气，你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就不好说了。听懂了吗，这个姑娘？听懂了。所以有些问题你得往深了想，往远了想。我就点到为止。米娅老师之前就说过这个钓鱼成瘾的机制，就很多有成瘾性人的人，酒精成瘾的啊，包括什么赌博的，或者是钓鱼成瘾人，由于他总是强刺激的多巴胺刺激，是吧？就米娅老师，他会多巴胺，当他钓到鱼那一刻啊，他那个多巴胺，他的肾上腺素飙升，他愉快感特别强，所以他生活中反而更容易暴躁。你其实是纵容了他，就是你的隐忍、沉默，其实是纵容了他。就是米娅老师说的，因为他总拿这个来跟你说，对，我需要你他了啊，我很爱你，除了你，我父母都不理解我。你就觉得你要好好爱他，你就觉得你不能离开他。我觉得这是一种绑架，这不是爱。他如果爱你，是他从原生家庭的这种痛当中自己疗愈好之后，更懂得怎么爱你，而不是拿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压力来要挟你。所以我说他不坏，但他也不好。我倒更觉得应该醒悟的是你。所以我觉得女生，你还是更多的去爱自己吧，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爱孩子，好吧？谢谢。你这媳妇儿一不坏，二不狠。我告诉你，你要碰上一坏的，你昨儿打我是吧？明儿你出去钓鱼回来，那3缸鱼死了，你信吗？你信吗？而且我让你逮不着我任何毛病，我哪知道他们死了？这是坏的。你要是碰上一狠的，你当时骂完我，当时这3缸就变玻璃碴子，你信吗？啊！所以你不是欺负人吗？绝对的，因为他骂不过你。你换这么一老婆，你试试，我把你家搬空了，那会出人命。你还得爱我，你换一试试。你瞧那个大哥那还爱着呢，你换一试试。还敢养鱼？你还敢钓鱼？我告诉你，第2天连鱼竿都找不着。所以你这媳妇儿一不坏，二不狠，你还不知足。你觉得你动手打自己亲人，张嘴骂自己亲人合适吗？不合适。哎，对喽，想想小时候你挨揍时候你心里那状态。我明白，我明白啊，是。而且我发现啊，你媳妇儿其实好多话她没说。你老公帮没帮你弟弟来北京找工作？有。其实呢，他对你挺好的，就是这人可能脾气啊等等。我要是你啊，下回咱俩钱儿，我给他买块滑板不行吗？哎，你媳妇儿要给你买块滑板，你是不是能乐得冒泡？买个钓竿也行。所以呀，是不是这意思？是。他平时管孩子吗？不管。对了，我要是你，哎，小盘，你媳妇儿能放个假吗？回去看看他爹妈行吗？能。你把儿子交给他，你让他带1礼拜。那给我点呛，我感觉。对，你回来他能疯了，他立马就知道下回我别骂我媳妇儿了，明白吗？明白。哎，这是合理合法的吧？是。所以各种方式都有，咱们解决问题啊，咱别置气。我觉得显而易见啊，小盘就是原生家庭造成的。第一，从来没被倾听的童年，没有人听进你说进去的话。
第二呢，被反复否定的自我。对，所以你的父母老打压你，你学会了用愤怒表达，并且去取得关注。你懂我，语言说不通，我愤怒了你就长记性。对，我有一点那个建议哈，就跟严老师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你喜欢户外运动是有这个原因的，钓鱼也好，滑板，可以掌控，控制感。对。第二，大自然，你是可以让情绪逃避现实复杂那些关系，你处理不了。对，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去定期的去有这几项运动。我希望你送他一个那个滑板，让你定期去户外没有问题，但一定要参与到现实的管理当中去。听懂没有？你真的是要在现实当中去训练自己。先训练什么？当你的情绪有可能起来之前，你要去识别它，一旦觉察赶紧跑，换一个场所。第二，咱们练暂停反应。一件事出来，剪子找不着了，你先数7下，最好闭着眼睛数，然后数的时候吸气，然后呼气，就7下，5下也行，增加反应的这个时间长度，有效果。然后你们还要共同做一件事情，定期去聊一聊天，说说问题，不要等问题爆发了那会儿再去解决问题，这样就能处理了很多问题。其实老师们都是希望你们能够各自找到更适合亲密关系相处的方法，好吧？那先回到我们的门后啊，思考一下你们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电视界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鱼 App 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节目。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给您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那同样呢，也有情感困惑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通过这个“爱情保卫战”这个微信当中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啊。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我们来看看第一组夫妻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哟，挺好的。当然，这个夫妻2个啊，就是一场节目的倾诉和一扇门的关闭，并不代表他们的婚姻生活就此关闭了，也是希望他们回去更冷静的去思考一下，你们的关系该何去何从，如何做到更坦荡、更彼此真爱对方。希望他们能好起来吧。啊，来看看我们这对夫妻呢，他们应该没问题会出来吧？肯定会出来的，感情基础还是好的哈。来，请开门。哎，怎么不牵手呀？哎，对了，对，这个时候应该笑了啊，牵着手。谁先说呀？你先说。我先说吧。好。那个，我是。真对不起，我一定要改好自己的脾气。然后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这个，教我怎么去控制这个情绪。我也确实特别对不住你，我希望得到你的原谅。然后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好，多陪伴吧哈。对。来，请亮灯吧。谢谢你们来到爱情保卫战，祝你们幸福，再见。再见，谢谢老师。感谢老师们的交流和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